自杀佛教说不行，可是安乐死不等于自杀，因为安乐死有很多的条件，家人的同意、法律的同意、医生的签署，还有你已经无药可救了，你是苦不堪言，那已经是惨不忍闻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佛教是怎么看待安乐死的。在2024 12月的时候，就是知名作家琼瑶他过世了，这样他过世的原因想必大家12月的新闻都已经报道的非常多，那他是轻生离世的这样。那他其实对他自己的身后事有蛮多详细的安排，然后生前也是有录制他最后的影片，就是很明显感觉出来琼瑶这位作家他是有想过的，就是他对他的身后事是有想过的这样。那现在台湾对于安乐死是不合法的，就是现在台湾是没有办法执行安乐死的。全球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比较知名的就是瑞士嘛，然后像荷兰也是。那其实安乐死的法规是蛮不一样的，是蛮严谨的，而安乐死在宗教啊还有道德伦理和风险上面都有许多值得讨论的空间。没错，那安乐死其实它的分类蛮复杂的，它有分为3种这样，这边就不太赘述，因为我们这集是想要以佛教的观点来看待安乐死这件事情。那现在请问老师说，佛教是怎么看待安乐死的？刚刚呢阿若呢提到了知名的作家琼瑶，他呢算是自己安排自己呢怎么样的一个死法，对，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起来说为什么台湾呢没有这个安乐死的立法？对这2件事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呢。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想想，就是说呢琼瑶女士呢她呢可以说是成就非常的大。没错。如果他呢没有被逼到不得已，他不会采取他现在采取的方法呢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如果台湾今天有立法安乐死，那么琼瑶女士就可以呢比她现在的死法更轻松、更潇洒更没有负担呢，而且对于社会那种冲击的力量也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大。那么呢我们知道了，那反对安乐死的人呢，他们的理由大概我给大家想一想，大概是说生命呢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呢是父母给的，那么呢可能也是国家的，也是社会的，不纯粹是你自己的，所以你不能够那样的专断，说走呢就要走，这是一个。第二个，从宗教的立场来看，基督教认为呢，人呢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能够决定呢人的生死。对。那以佛教来看呢，佛教认为人到这个世间是来受报的。受报就是呢，因为因果种种前世的很多的因缘这一世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我们以前有提过。那么我们晓得啦，很多佛教徒他们认为说，如果你在这个地球上呢所受的这个报应还没有报完，你就不该走，因为那是你应该的，不能够逃避的这些因果报应。那么第3点我在想，大概认为说呢，刚刚也提到说父母给的，所以人呢如果采取了安乐死，那么呢就对父母不孝，那么带给亲人很大的悲痛。对。那么呢我们从他这样讲的话，这前面3个理由我们来看看呢，如果是教徒的话，宗教教徒教徒那么基督教呢我管不着，因为我信佛教所以我在从佛教的角度来切入，说如果一个人来世间是来受报，所以呢报还没有报尽的时候你就不该走。那么这一点我就有一点纳闷了，就是会这样想呢。那如果生病呢，生病是不是也是众生的报应之一？那可是众生呢，他生病的时候他又要去看医生，看医生就是呢采取很多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
痛苦，什么意思？来减轻自己的报应。所以如果要纯粹从说呢，一定要受尽这种呢苦痛，不能够任何的逃避。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很多佛教徒他们现在采取的叫做安乐病。安乐病？什么叫安乐病呢？就是生病的时候采取安乐，让自己舒服一点的生病的方法。可是安乐死是说死采取安乐的方式来死。对。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佛教徒在里面，他们采取的是安乐病，就是生病的时候不乖乖的受苦，牙齿呢痛的时候呢，他要去拔牙；胃病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要去切除一个胃。那么呢，头痛的时候，他要去买那什么什么头痛的药来吃。那不就是接受治疗吗？对。那真正的话，如果有些人主张说呢，你来世间受报，你就应该心甘情愿。可是呢，人们常常采取减轻自己的痛苦的安乐病，用安乐的手段来减轻自己生病的痛苦。如果这样子被一般的佛教徒所同意的话，那么请问安乐死为什么又不行呢？了解。老师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就是用手段接受治疗来减轻生病的痛苦，那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手法去接受死亡的离开？这样是。底下我要来澄清一个观念，安乐死不是自杀。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安乐死呢，譬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荷兰啊、瑞士啊，他们一般都要有医生，不止一个、2个、3个，那个医生呢来签字，说你已经是医疗无效，而你非常的痛苦，不堪忍受，这样子的地步，医生才会签署那样的一个法令。所以从这点想起来的话，我们知道安乐死并不能等于自杀。安乐死有很多人，尤其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壮，精神非常的好，还不晓得像林老师生病了那种痛苦。我今年特别的去感受到，而且我从以前，我40年前就赞成安乐死的人，在我的学佛百问里面就有一则赞成安乐死吗？我的观点，我的理由跟现在差不多了。但是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因为重感冒1个半月，我每一次一咳的时候，我的胸就痛，那种痛像电击了。那种痛苦是抱着这样子的。当然医生到最后说，但是因为你80多岁了，你的肌肉拉伤了，拉伤了，神经也拉伤了，所以才痛。所以他们给我呢什么化痰剂啊，又有什么肌肉的松弛剂啊，我就慢慢的减轻了那些痛苦。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这些医药我吃了，没有办法去减轻我那种每咳一次就像电击一次一样的痛苦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不是呢比在人间地狱里面受苦更糟糕吗？所以我常这样想，我有生之年呢，我看到了傅达人，对，他等不到安乐死，要飞到瑞士去，花了呢上百万的，他去过2次。所以呢，我认为说那些钱呢冤枉了。为什么？因为台湾如果立法通过了，他们就不必去了。第二，我看到了琼瑶女士，如果台湾有通过安乐死，她今天就可以光明正大，可以说呢非常轻松、非常自然的跟家人道别。我看那傅达人要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哭哭啼啼的，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哭哭啼啼的。我希望在我走以前，台湾能够真正的通过呢这个安乐死的立法。我常常觉得也很奇怪，过去民进党的政府通过了那个婚姻平权那样子呢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都敢去立法了。
像安乐死可以造福多少的老年人，多少那个病末没有药医的这些病人，这反而呢迟迟不敢放手去做，这点是我觉得呢非常奇怪的地方呢。好，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医疗的钱财可能太大了，这是一个假说啦，就是你说医疗钱财啊，不会，安乐死的那个花费的那个医药的钱，绝对不会比那个癌末或是那个呢到最后无药可医的那些病人，那么呢在医院里面呢，那么医生加予他们身上那些呢无效的治疗，就是等于呢浪费医疗成本，你知道吗？譬如说呢，随便有时候一个药丸，有时候一颗药丸是1000万啊。以前 B 型那个 C 型肝炎的时候，一个药呢是1000万，有些呢是一颗50万，有些那些病啊，那些不得了的。所以如果说纯粹医疗浪费在安乐死上，这一点呢，我不是医生，但是我认为说呢，这个有点夸大其词，而且呢不是事实。医生他们的本质就是要救人呐，他们要救人，所以他是呢。在政府没有说可以让病人去安乐死以前，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去救他们。那现在好像有一种放弃紧急治疗，我跟义儒呢，我们都有签署，就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不要插管，不要什么东西，这都有签。我不晓得呢，它的效力如何，我没有去给他注意。这个是那个安乐死分3种，一种就是主动积极安乐死啊，第二种就算是被动安乐死，就是放弃生命救援，就是比如说要拿掉维持生命的机械。OK， 那么安乐死呢，我个人最担心的也是呢，只有一点，就是说呢，安乐死常常会给那些不孝的子孙或是不孝的人士、社会人士。他们拿来作为谋财害命的一个方便，或是呢一个途径譬如说，孩子希望爸爸赶快死，然后他们才能够分遗产，对，所以他们就呢可以去勾结比较不孝的医生，那么呢来签署说，我爸爸呢已经呢病末了，已经无药可救了，赶快把他呢解决掉。对，像这种东西有没有可能？有。当然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在安乐死这个立法一定要严谨，而且它要周延，就是说你那些配套的设施都不能够减省，要非常的严谨。譬如说我们认为说应该有律师假设了还有医生，要有心理辅导的，要有家人，这样子才行。当然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准备去安乐死，因为我主张安乐死的人，可是我要去安乐死之前，我认为应该要自己的，像义儒我太太一定要得到她的同意。如果她的头不肯点一下，不肯首肯那我就不会去安乐死。是，如果我的孩子认为说爸爸你应该多活几天，那我也会应他们所请，也不会说硬着要提早几天呢去安乐死。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讲，我们一个人的死常常会牵动周遭很多师长、朋友、子女的悲伤，所以这一点我认为也应该考虑，就是说呢，安乐死的人一定要先去取得自己的亲人的同意。就像我呢去年去签这个捐献大体给慈济，我们做解剖的时候，就是呢慈济医院他们也是可能是国家的法令，一定要有配偶在场，子女要在场，那在他们的见证之下，对不对？我签了，我签的时候我跟孩子是谈笑风生的，我跟义儒也是一样，他一点压力都没有，我还鼓励说我先呢走在前面，你呢跟在我后面，希望你也能签。他为什么不签呢？偷偷告诉大家吧，他认为说呢死了以后还呢脱光光的，那么躺在那边给人家呢解剖，那这样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心经呢没有去看，心经的意思讲人死了以后呢人还没有死以前就已经是五蕴皆空了，
对不对？我们这个身子呢，就本来就不自己所有了。所以呢，我常笑他说想太多啦。好哦，我现在想起来了，因为我现在老了，所以我就站在老人的角度来发声。嘿，我认为安乐死呢，对2种人呢最有利，一种就是老人。老人呢现在百病丛生，其实像我来讲，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都有病，可是呢都不会死。我现在还能跑，还能吃，还能跳，还能爬。对，还能游泳，但是并不代表说呢，我有一天不会病倒了，也不能够保证说我有一天不会得癌症。癌症很讨厌啊，就是要临终的时候比较有点痛啊。痛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我同学的太太，我呢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他们到最后都是跟医生吵架的。因为他们就希望能够多打一点吗啡，让他能够止痛，让他不会呢那样的辛苦。可是我记得到后面吗啡是会失效。对，你讲的很好，当吗啡失效了，不但是医药失效了，吗啡都止不了痛的时候，我们还忍心让这个病痛的人，这些癌末的病人也好，或是像呢我有一天呢活到96岁了，已经呢牙齿没有办法咬豆腐了，那种呢辛苦，这边也酸那边痛的时候，你还要我活着，不让我安乐死，我认为这是一种残忍。所以我自己也这样想，如果宗教界、医界、法律界，对不对？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怎么样子讨论，怎么样来设计一套台湾版的安乐死，让所有的子女不会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他们生病了，拖垮一个家庭。因为你照顾一个癌末，他大便小便都在床上的，没有办法起来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认为这是慈悲，对于家属来讲是一种慈悲，对那个病人本身是一种解脱，这也是慈悲，也是慈悲。对于国家的医疗的浪费来讲，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不要再做那无谓的治疗，对不对？你打下它还是会痛，你治疗它也好不起来，对不对？那每天你们受折磨，一直受到呢，变成怎么样？就剩下2-3根骨头，你想这残忍不残忍？所以国家就有立法，对国家的财政、国家的医疗、对我们的健保也是一种善举。好。念佛顺流长，梵音心湛习气，念佛声婉转，佛号入耳得慰藉，你我一句阿弥陀佛，带给大家希奇和慰藉，念佛心欢喜，念佛得慰藉，天天无怪，日日好自在。那如果是比如说出意外或是有什么事故，然后他本人是无法清醒过来的状态，就是他是昏迷的意识，对，昏迷的状态下，那他要怎么决定本人是否安乐死？是，这点就牵涉到生前要预立遗嘱的问题。生前是我呢以前在学校里面教国文曾经就有作文课的时候给学生出了说，如果呢有一天我发生了意外我呢遗嘱是怎么写的，结果招来好多那个家长的抗议，太悲观了，在诅咒我孩子，所以我赶快收回成命不敢来。那我自己的遗嘱都是先定好了就是以后譬如说不发讣文对不对没有告别式这些对不对？不要有什么塔骨灰坛这些东西都已经弄了，我要去大体解剖这些呢都已经先预立好了。所以呢，如果每一个人像我来讲，我呢希望说有一天我如果车祸，对不对？那因为这样变成植物人，我没有办法自己签署，那我希望呢也帮助我安乐死。
这先表明了，就是我自己不能做主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太太或是我孩子，他们能够帮我呢签下这个呢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书，可以避免很多人的麻烦，那么也避免我自己呢这么受煎熬。了解。我们讲一下佛教的观点好了。老师应该不是有讲说自杀、助杀这也算一种吗？佛教会不会觉得说安乐死不等于自杀吗 OK， 我在认为这个杀生呢，它大概来讲一种就是自杀，再来一种呢就是呢助杀，帮助助杀。第三种是呢叫做呢看人家自杀了随喜就是在旁边呢比如说鼓励啦，或是呢觉得啊死得好啊，你应该呢对早死早脱，能够呢投胎早死啊，早一点超生，像这种都不好。佛教反对杀生，包括自杀在里面。我现在记起来了，在佛典里面呢，佛的时代有很多的阿罗汉，佛的大弟子们呢，他们因为已经证果的阿罗汉了，那剩下这一生的身体，这一生的身体如果死了以后，就不必再来轮回受报了。这些大阿罗汉，结果他们认为说啊，那这样我已经证果了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世间呢，我的任务大概也差不多完了，我到别的世界呢去度化众生好了。结果他就采取了我们世间的人看的所谓的自杀，他就自己了断了。在阿罗汉来讲呢，他的自杀跟不自杀是一样的，他很轻松愉快的走的。可是呢，就带给很多世上的人，还没有悟到正果的人，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认为你看看那佛的弟子呢，追随佛那么多年，学佛那样的功力的那样的深，结果到最后还不是呢自己了断，还不是自己自杀吗？所以佛到最后呢，还有铭文来制止，希望呢，他的徒弟们，你们正果好，你们还是好好的在这一世过完以后，才到别的世界去弘法利生吧。那么这在佛教里面呢，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的。那么呢，我刚刚讲过了，自杀佛教说不行，可是我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安乐死不等于自杀，因为安乐死有很多的条件，家人的同意，法律的同意，对不对？医生的签署，还有你已经无药可救了，你是苦不堪言，你是天天哀嚎惨叫，那已经是惨不忍闻了，对不对？所以呢，它不等于自杀。那么至于说你在受业受报这种理论，我刚刚提出了安乐病已经讲过了。如果真正这样讲起来的话，那你生病也不该去看医生，因为那也是你的果报，你就应该好好去承受。我认为学佛如果学到钻牛角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这样的佛教呢，在我林老师来讲起来，那我不学也罢了。当然我没有勉强大家，这是我讲过了，这也不代表佛教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的见解。好，这一生人会受很多病痛跟痛苦嘛，那有一派支持安乐死的人们也是觉得说生命是有尊严的，他希望可以自己决定怎么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是，这一点很好，因为佛教释迦佛来到世间的第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宇宙间人最尊贵。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人既然是自己的主人，释迦佛鼓励我们大家做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吉凶福祸。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的生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因为我们受到我们过去的业力了也好，因缘也罢了，我们不能选择父母。可是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说是自己的，那我们希望能够自己做主，我们要怎么活，我要吃素还是不吃素，我自己做主，对不对？我要呢信哪一个宗派，我要禅宗或是呢净土宗，我自己做主。这呢就是充分的体现说人自己做主人这样的一个精神呢。那么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一定要把它贯彻始终。如果说活着的时候能够自己做主，可是到最后要死的时候要历尽了折磨，自己不能做主，那这样怎么能够算是一个自主的人呢？对不对？佛教讲的解脱涅槃就解脱了，
所谓的解脱就是完全无挂无碍了。如果你还在想说，哎呦，我这样死的话，不知道有多少的罪过，我这样的时候将来不晓得又要受到多少恶报，那好，如果你这样想，你都不要连一颗药你也不要吃，你慢慢的受折磨而死吧。如果这样的话啦，当然这林老师呢半开玩笑啦，为了要支持我自己的观点呢，我这样讲呢。OK， 我们知道佛教把我们这个身体，心经叫做五蕴皆空了，就是不是有实体的。我把它比喻作像一个车子了，有没有？过去有比喻过，一个车子很多零件，对不对？能够更换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保养厂吗？能够更换的时候，我们哪有可能说舍弃不换就把它丢掉？不可能。可是到有一天的时候，那个老板说呢，哎呦，这个抽换，这个要换，那个也要换，这个要换70多个零件。这个时候你也想说啊，是不是该报废的时间到了？我记得我去保养车子的时候呢，他开出来的是26件，这里面要我缴28万，一点都没有说假的哦。Toyota 的28万，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啦，他开着我说，那这样好了，我不修了，不修了，我就去呢，再另外去订一辆新的。佛教也可以订另外新的，因为佛教对于生命它是循回不断的，今生的肉身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你看看那个火葬场或是那个殡仪馆的那些托工啊，台语叫托工啊，就是专门给死人穿衣服啦、化妆，甚至给他捡骨的这些的办理那丧事的人呢，他们呢第一次到那个死人家里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说你得好好困，好好的睡觉了，你真别个痛，不会再痛了。因为这些病人以前都是呢惨叫哀嚎的，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托工啊，就跟他讲，你呢现在呢不会痛了，你就安心的再去投胎，去换一个新的身体来。佛教如果有轮回的观念呢，对不对？我这一生的身体，比如说我来讲，能够为佛教发声，我能够为佛教呢写文章，我也差不多了，对不对？快报销了，快报废了。结果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不愿意让我自己来决定我该怎么去走。我认为呢，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觉得啦，有一点不公平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法。不过放心，我不会去自杀的，我不能够去做错误的示范。在国家的法律没有通过以前，那我林世民也只好咬紧牙根，让他痛，让他这么惨叫了。如果诸君在座诸位觉得有点心不忍，将来有发动安乐死公投的时候，请为很多的老人对不对投下神圣的一票。而我预言，在台湾安乐死迟早必将通过立法，造福很多的这些呢病人，这些老人，祝福大家都活得健健康康的。像我妈妈、我外婆、我外曾祖母，他们3个都是怎么样，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只要有修行，你不必用到安乐死。大家好好的学佛吧，祝福大家，谢谢，再见。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感谢林老师，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感恩，拜拜，谢谢。